前阵子家乐福找 YouTuber 阿汉以他的经典角色阮月娇出演广告，却被新著名团体联署抗议广告歧视乐意，引发了一连串的大混战。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阮月娇广告争议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今天这集是我们会员福利议题许愿池选出来的题目。那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咯，阿汉创造的越南新著名角色阮月娇登上了家乐福的中元节宣传广告，但却引来了各地新著名社团的抗议，联署要求家乐福下架并公开道歉。乐意总会的会长陈黄凤在脸书上面抛出他们给家乐福的联署信，结果有大批的网友在他们那篇的贴文里面留言批评他们是乱扣歧视帽子，根本是玻璃心。那虽然后来家乐福下架的广告，阿汉也表态呼吁大家包容接纳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但网友的看法还是非常两极。有人认为阿汉的模仿并没有歧视或丑化，不懂抗议的人为什么要没事找事做？也有人认为阿汉一直靠着模仿其他族群搞笑，本来就在踩底线，早就应该要检讨了。所以家乐福的阮月娇广告是真的有问题，还是抗议的人太玻璃心呢？在开讨论之前，先让我们按照惯例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在台北工作生活的你，对台北的印象是什么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即将在8月27日登场的2022台北城市博览会。这次策展的主轴是台北的未来，其中的3大展区分别规划了永续发展、城市再生、打开台北、共融社会、创新创业、智慧城市6大主题，让我们从不同面向一起见证台北的改变，进一步展望未来。2022台北城市博览会将从8月27日到9月11日在花博争议馆举行，周边还有市集跟各种精彩的展演。有兴趣的话，赶快参加2022台北城市博览会吧。在这支大约1分半的广告当中，阿汉饰演了3个角色。阮月娇的戏份主要集中在前30秒，基本人设跟阿汉其他的影片一样。阮月娇是来自于越南的台湾媳妇，讲话带有很重的口音，穿着一件红白条纹 T 恤。广告的时空背景设定在中元节附近，某家家乐福卖场里面，旁白看到阮月娇推着一个堆满战利品推车，就上前访问她是不是来买贡品。但阮月娇可能不太清楚中元节的意义就回答说，因为婆婆平常对她好，所以要买很多好吃的东西给她吃。旁白以为婆婆过世了，但阮月娇呢又急忙澄清，混着中文跟越南文说婆婆很健康很平安，然后马上呢就对婆婆喊了声妈，那个在上面一点哦，1包不够，我想要呢吃那个呱呱好吃。同时呢镜头转向了婆婆，原来她正有点吃力的想要拿摆在高处的商品，手上呢还提着一个装得满满的购物篮。那就在这段广告播出之后，马上引起了乐意新住民的不满。乐意的总会会长陈黄凤在脸书上面表示，他收到了全台各地的新住民社团联署反映，家乐福制作了嘲讽乐意新住民形象和口音的广告，并贴出了联署公开信，里面提到这支广告是以表演知名行霸凌之实，因为广告刻意的模仿越南人说中文的浓厚口音，已经造成了新住民和其子女的不舒服，也会更加强大众对于他们的刻板印象，所以呼吁家乐福下架广告并公开道歉。之后陈黄凤的脸书就被大批的网友留言批评说，广告根本没有歧视，是他们太玻璃心了。那随着争议不断的延上乐意总会后来又发表了一则贴文，强调他们从头到尾都是想要追究家乐福这个大企业的社会责任，他们并不认识阿汉，也不认为表演者需要负责任。但直到现在，家乐福除了把广告撤下换播别的以外，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而阿汉则是在脸书上面发表了一篇1000字的长文，阐述他的心情。阿汉说，他做影片的初衷一直是想要带来欢笑，无意想要冒犯伤害任何人，但也坦诚影片的特色就是运用大众熟知的刻板印象来创作，也知道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解读，所以他每次设计剧本都会非常的小心。他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自己创作的这些角色在刻板印象之外还有更多元的世界观跟情感。最后他表示很遗憾造成纷扰，如果影片造成冒犯和伤害，愿意接受所有受伤的人的想法，也呼吁大众理性包容各种声音。那对于这份声明有些人不太买单，觉得他没有正面的回应到所谓涉嫌歧视的问题。不过多数的网友呢都是支持阿汉的还有些人叫阿汉不用放在心上，认为他的表演没有歧视，是抗议的人自己玻璃心而已。
支持者认为阿汉模仿越南口音并不是要刻意的嘲笑，他们看过阮月娇的影片，也没有因此就去歧视新住民。那明明创作者跟观众都没有觉得越南口音不好，乐艺总会呢还硬要说这是歧视，根本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口音自卑。就是阿汉模仿日本口音的时候呢，就没有看到有日本人出来骂啊。但抗议者认为不能够这样直接比，因为东南亚新住民在台湾常年来呢都因为口音被视为是外劳帮佣，被人看不起。有些观众没有因此歧视，并不代表所有的观众都不会歧视新住民。有些新住民妈妈因为怕孩子有口音，在学校会被同学笑，甚至不敢教孩子母语。他们强调，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口音是一个很痛的标签。就像阿汉本人并没有任何的恶意，但他的模仿就会更加强化呢这个让人痛苦的标签，好像他们再怎么努力想要融入台湾社会，还是会被当成是外来的，甚至被当成是取悦大众的笑点。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支持者会强调创作者没有歧视的意图，但抗议者更着重的是这个表演会带来的歧视的结果。而这边分歧的其中一个关键呢，有可能是因为双方对于阮月娇的形象或观感有很不同的解读。抗议者认为大企业跟名人有社会责任要传递正确的资讯跟价值，但家乐福的这个广告越南文的台词明明只有一句，却都能够讲错，显示他们连最基本的功课都没有做好，对乐艺很不尊重。而且阮月娇的中文发音不太标准，讲话大声，打扮不时尚，常不清楚状况等等，也正好是许多新住民想要摆脱的刻板印象。尤其广告里面的阮月娇呢，还会指挥婆婆叫婆婆去拿自己爱吃的零食，就像是一个被宠坏的懒惰媳妇。有不少新住民会分享，她到台湾之后呢，常会被质疑是想来台湾做少奶奶，就算再怎么努力为家庭付出，还是无法洗刷。所以呢，看到这个广告会觉得不太舒服。但很多支持阿汉的人表示只要有看阿汉平常的影片呢，就会知道阮月娇的形象其实非常的正面，虽然有点傻大姐的性格，但也有可爱、幽默又自信，而且呢，她也不那么有弱势的形象，也能够拓展大众对于新住民的想象。那如果过度的政治正确放大检视，反而会让创作者不想要再把多元族裔融入到作品当中，这样对观众来说是一个损失，也让大众错失了更多可以相互理解的机会。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有人会进一步的假设，会不会其实问题并不在阿汉，而是阮月娇这个角色根本就不应该登上电视广告呢？那从刚刚的讨论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会强调，在阿汉频道上面的阮月娇形象很多元、很立体、很正面，但问题就在于，并不一定每个人平常都有关注阿汉，也不一定原本就认识阮月娇。毕竟会接触到这个广告的客群可能比阿汉原本的粉丝还要广泛。除了粉丝，也包含了不喜欢被模仿口音的新住民，或者其他本来就对新住民不是很了解的人。对于粉丝来说，看到阮月娇登上广告，可能会觉得很熟悉、很有趣，但其他人看到的阮月娇，可能就只是一个打扮相对落伍、口音浓厚、喜欢指挥婆婆的越南媳妇而已，根本来不及看到阮月娇讨喜的那一面，广告就结束了。另外，就算有人平常不喜欢阮月娇，他还是可以选择不要去看阿汉的影片，大家相安无事。但今天这个广告呢，是出现在电视上，所以不喜欢被模仿的人还是会被迫收看。也就是说，不管阿汉创作的动机或是广告内容有没有涉及到歧视，他放在网络频道跟放在电视所造成的影响都不一样，因为不同的载体有不同的特性。有些人就担心如果有些观众或是小朋友本来就不认识阮月娇，但他看到家乐福的广告，觉得这就是越南新娘的样子，然后再用这个刻板印象当梗，拿去学校嘲笑新住民，那这对新住民来说绝对是非常不想看到的状况。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想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而且今天这支影片的主题呢，就是会员投票选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或是有特别想要讨论的议题，都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每个月跟大家一起讨论，决定7期的影片主题。好的，那话说回来在这一次的争议当中，我们非常认同阿汉在声明里面想要让大家看到更多元世界观，希望大家都能够包容各种声音的说法。所以当我们看到有很多人还是持续批评抗议的人都是玻璃心的时候，一开始是觉得有点遗憾的。但仔细一想，我们觉得很多人有这样的反应也是情有可原。毕竟平常的阮月娇确实是一个讨喜的角色，但今天却突然被人用完全相反的方式解读，这个价值观上面的冲突呢，很容易会让人觉得不知所措，所以很容易就会出现比较激烈的反应，像是去嘲讽不同立场的人。不过在这波的争议当中呢，我们也有看到越裔新住民内部其实也有很多不同面向的讨论。比如说有人就指出，对很多有一定成就的越裔新住民来说，浓厚的口音或是各种刻板印象，可能
真的是他们很想要摆脱的标签。但实际上呢，确实有人口音还是很重，个性也比较大辣辣，整个人的感觉可能就像是阮月娇一样。换句话说，即使都是越裔的新住民，还是有很多不同的面貌。但部分抗议者的论点反而有点让人觉得，如果跟阮月娇一样口音重、粗线条、不时尚，似乎就是比较不好的形象。但这些特色真的有那么不好吗？那怎样才算是好的、可以被接受的形象呢？那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觉得这真的超级难回答，因为在不同的情境脉络之下呢，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那我们呢自己是觉得，今天能够有这些讨论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许我们都会因为接收到让自己觉得很冲突的资讯而感到很不舒服，但毕竟每个人都看不到自己的后脑勺。透过更多不同角度的分享呢，我们也能够更进一步的看到别人痛苦，发现自己原本没注意过的事情。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呢，还是想来问大家，如果有一天你因为别人开的玩笑而觉得不舒服，你会怎么样呢？立刻告诉对方这个玩笑让我感到不舒服。B 先反思自己为什么受伤，是否真的是对方的错。C 问问其他人的想法。D 忍耐尽量当做没这回事。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阮月娇广告争议。此外呢，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跟艾丽莎莎的原住民争议，以及善良的人也会歧视吗？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